嗨，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回到信仰真相探寻节目，我是伊萨。今天我们来共同盘点一下世界上著名的这些先知们的关系以及他们的顺序。首先我们要提到的第一位先知，也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有的人认为亚当他就是中国的盘古，因为他的居住地班克而得名。他的后代分成许多民族居住在世界各地，而在先知诺亚时期爆发了遍及世界的大洪水，这在各族历史中均有记载。诺亚的第三个儿子，也就是说雅弗，就是指中国先祖伏羲，而诺亚的长子闪就是阿拉伯人、以色列人的共同祖先。而闪族的杰出的先知亚伯拉罕，他呢出生在公元前的2世纪的巴比伦。他自年少的时期就同这些信奉多神的族人展开了辩论和争斗，后来受到迫害，逃到了埃及，辗转流离，又回到了巴勒斯坦。他在圣经当中被称为是多国之父，在古兰经中呢，把他称为是世人的表率。他的长子伊什玛利是在麦加居住，后代也就是阿拉伯人。他的次子以撒是住在巴勒斯坦，后代呢也就是以色列人。以撒的儿子雅各，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号称以色列。他的12个儿子以及各自的后代发展成为了现在以色列的12个支派。由于他的第11子约瑟被任以埃及的重臣，那么呢他的兄弟全部就要到埃及去居住，后来统治了埃及。几百年之后，埃及人又重新的掌握了政权，进入了法老时代。那么法老呢，就把犹太人作为奴隶。这个罪恶的法老，他残酷的压迫以色列人，企图同化他们的信仰，甚至对他们进行种族灭绝。于是造物主就在以色列民族中拣选了摩西作为他们的先知，同法老展开了斗争。后来带着犹太民族离开埃及，渡过红海，居住在西奈半岛，并受主启示的律法书作为他们神圣的法律。经过奋斗呢，终于在先知大卫时期进入耶路撒冷圣城，建立了独立的犹太王国。大卫所受的启示是诗篇，他对国家精心理智，在所罗门时代达到了鼎盛，后来修建了庞大的圣殿，也就是说现在依然保留的耶路撒冷远寺。然后在所罗门大帝之后呢，由于犹太人背离了主的正道，开始堕落，就遭到了巴比伦的入侵。在公元586年，圣殿被毁，他们又沦为了囚徒，这就是巴比伦之囚。后来他们又相继遭到了亚述罗马的侵略。在囚徒时期呢，他们经历了苦难，希望造物主能够为他们再次派遣一个如摩西一样的先知，来拯救他们脱离苦难。公元1世纪，以色列人被罗马人统治，圣殿虽被修复，但律法书已被犹太祭司们所篡改。于是呢，他们随意的去曲解经义，与罗马统治者相互勾结，共同迫害犹太人民。造物主呢，就派遣伟大的先知耶稣前来引导他们。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是出自圣经的马太福音中第15章第24节。耶稣受到主启示之后呢，就传播福音。他痛斥犹太拉比们的罪恶，要求人民摆脱罗马人和拉比们的统治。他高呼上帝的国近了，他号召人民遵守新的法律福音。他带领大家清洁被亵渎的圣殿，在大地上恢复神的权威。但是他的号召引起了统治们的恐慌他们收买耶稣的门徒，将耶稣抓住，企图杀害。要杀害他，总要有个罪名。那么呢，就给耶稣扣了一个什么帽子呢？说他要做
犹太人的王为罪名，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但万能的造物主拯救了他。这在《古兰经》中的第4章第157节记载说，他们没有杀死他，也没有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有人就说，他们所钉的并不是耶稣。也有人说，他们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之后呢，不久便解下来放进了墓里。耶稣苏醒之后，脱掉身上的裹尸布，装成园丁逃到了耶路撒冷。这是因为他若留在这里呢，会继续遭到敌人的迫害。耶稣经受了巨大的苦难，所以造物主提升了他的品级。耶稣之后呢，他的门徒中的一部分逐渐又偏离了正道。他们认为耶稣本是主的独生子，被派遣人间呢是为人们赎罪，被钉死之后又再次复活，升到上帝的右边。这部分人继续传播他们的主张，逐渐就形成了基督教。公元70年，圣殿再次被毁，而后来并不相信耶稣先知的人，则继续盼望着新的先知出现，直到500多年之后，主在阿拉伯民族中拣选了穆罕默德作为全人类的先知出现。然而，由于强烈的种族偏见，犹太人因穆罕默德没有出自自己的民族而不愿相信他的使命，不愿顺从他的领导。在公元7世纪，东西交通逐渐便利，穆罕默德不再作为某一个民族的领袖而出现，而作为真主所派遣给全人类的使者出现。如《古兰经》的第21章第107节提到，我派遣你只为怜悯全世界的人。他的到来呢，是造物主对世人的恩赐，是造物主为使人类脱离迷雾，摆脱人对人的崇拜而施以的最光辉的引导。如《古兰经》中说，先知啊，我却已派遣你为见证者，为报喜者，为警告者，为奉真主之命而召人于真主者，为灿烂的明灯。以上全部的描述呢，就是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开始，到人类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个关系以及时间上的梳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